自从上市以来啊，有许多小伙伴都呼吁我来测评全新的 Model Y，而且这些小伙伴主要还不是集中在线上说咱们广大网友观众，而是线下的许多朋友。理由在于什么呢？他们说啊，都非常认同我之前的一个观点，就是 Model Y 这辆车其实它的销量虽然很高，但其实销量并不能够直接反映它的产品力。为什么卖得好呢？很简单，第一，特斯拉的品牌；第二，Model Y 这样的车型，它们本身在电动车行业具有非常早的这种先发优势，或者说更多的还是因为这种品牌和车型的这种市占率啊、普适性的一种认同感，所以成为了许多沉默大多数当下的一种，咱不能叫无脑选择吧，反而可以说是一种比较保守的选择。因此，我身边这些很敏锐的小伙伴们，他们就说：“哎，你看 Model Y 现在换新款了，那么它的产品力究竟如何呢？是不是说现在换了新以后，很可能说当前的产品力性价比也真的是非常对得起价格，或者说在行业当中很有竞争力呢？”我说行，没问题啊。终于呢，现在这个车可以租到了，我呢就租了一台来给大家去进行一个全面的测评。好，那咱们下面先说结论啊。结论就是，相比于老款的 Model Y， 我觉得新款的车型在许多方面有一些提高。但是考虑到目前咱们中国汽车市场总体这么多年行业的这种进步迭代速度，我觉得新的 Model Y 是有点掉队落伍了。尤其是考虑到它目前的这种高昂的价格的话，我觉得啊，是一个可以选的车型，就是买它。不算是多么错，没有什么多少硬伤，但是也绝对不是一个实惠之选，好吧？那咱们下面呢，来一步一步的去就它细节产品跟大家来去分享。首先从性能说起，全新 Model Y 呢两个型号分别是一个全轮驱动长续航版和一个后驱标准续航版。咱们今天测的是一个后驱标准续航版，它的电池容量呢是62.5千瓦时。那咱们就先从电耗说起吧。我们呢还是在当前气候条件之下，尽管北京已经入夏了啊，挺热的，但是呢，反正说是早晚或者说这种只要不是正午的时分呢，其实温度还行，还可以不开空调来进行测试。我们就这么测的，测下来的电耗大家听好啊，城市和高速两维度分别是100公里10.45千瓦时和18.5千瓦时。对应的续航是多少呢？分别是城市598公里和高速338公里。说实话啊，考虑有这样的电耗、这样续航，我觉得这样表现还是不错的。就是如果说你要是在城市当中以代步为主的话，其实买这个标准续航版本，590多公里已经是相当耐跑了，这点没有问题。只不过呢，就是因为说在当前许多厂家的一些更加优化的它的动力总成啊、三电技术的这种架势之下，当前最新的这 Model Y， 它的电耗成绩、续航成绩，说实话，确实不像上代刚发布的时候显得那么的耀眼了。咱们也得这样横向的去比较下来，来去评价。再往下呢，性能，当前气候条件使上了咱们的瑞斯赛道，先说加速啊，5.8秒破百啊，我们是以电量大概75%SOC 这个值跑下来的，还行，反正日常代步吧，我觉得。买它来说的话，动力基本上足够用了，而且呢，反正加速过程当中呢，这种驱动控制也比较好，没有发生丝毫打滑。刹车100公里每小时刹停距离35.6米也还行，比较的优秀啊，但是不算顶尖。接下来呢，把它咱们用驶上赛道，应当说对于5.8秒破百后驱的一个车来说，它的操控还是相当不错的，1分04秒多。而且不仅仅的是它的这种说极限的表现，包括什么？就是说它这种可控性，你觉得在这种说顺态啊、车辆的平衡性啊，比如说入弯、出弯、车辆姿态这些维度，我觉得都可以给到好评。也就是说，这辆车它开着仍然是一个非常犀利的车型。这一点其实继承了上一代 Model Y 它的表现，因为之前的初代 Model Y 就是啊，操控特别犀利，甚至我觉得比 Model 3还犀利一点那个车。但是呢，上一代 Model Y 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车虽然操控很犀利，但它底盘非常的硬，比 Model 3还硬。而这一次呢，全新 Model Y 呢得到了一个比较实质性的解决啊，就是它的底盘虽然日常开你也会觉得比较的硬，但实际上你会觉得硬当中还是带有一定的这种韧性的，以及说呢，就是这种相对来说吧，滤震的隔绝感就是有点高级感，而且是比较干脆，前后墙呢都没有什么余震，总体滤震维度我觉得可以给到一个中好评，就是硬但是韧，大概这样的表现。再往下呢，咱们就说几个反正觉得不是很尽如人意的点啊，比如说转向手感。当前呢，即便你放到最轻的这个模式，
它的这个低速情况之下转向就非常的沉，这点我觉得不太好。或者说也是特斯拉一贯的性格，应该是什么？就是低速的话更轻盈一些，我觉得更好。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身材比较娇小、力量比较小的那些用户来讲，这点我觉得是第一个不是很好的点。第二呢，就是这辆车的话，驾驶性的话，加速维度还可以啊，刹车维度它当前终于也是带有这个 RBS 了，就是一个踩着刹车同步的动能回收。虽然我目前界面上我不知道它是串联式还是并联式啊，但反正你踩着刹车也是可以激活这个动能回收调节了，这点还行。但是呢，它的这个设定标定并不是很好，也就是你会觉得这辆车的刹车的脚感不太均匀、不太线性，反而。第三就是，NVH 我觉得也就是一般，考虑到它的这个定位价位来说，尤其是说它这个轮胎相对来说还比较的挑力轻，这是路噪维度，特别是后部啊，这个车后部你会觉得就是一个类似一个它的振动模态吧，把许多这种说噪音给传递过来。另外呢，就是当你说比如驶过不平道路的话，它这个车身弹跳、轮胎跟地面的敲击声，这种会以一种明显压耳感的这种噪音传递到车内。我觉得相对来说，反正也不是那么的好。就是整体来说，开着还算是犀利啊，有一定的运动味儿，但实际上豪华感在当前明显是不足了。然后再说智驾吧，智驾就不说了，这一点已经是被目前咱们中国的这个本土自主的这个汽车的技术吧，算是我觉得全面超越。当然了，也会有些人说这点，毕竟因为特斯拉它是个美国品牌嘛，它的许多这种说算法逻辑以及说它的这种后发的阶段来讲，还是一定程度水土不服。可能也有一定原因啊，但不管怎么说，结果来说，智驾方面已经是没有什么丝毫的优势了。跟当初 Model Y 刚上的时候，一个 L2 或者 L2.5 就已经被行业当时许多人反而奉为神明的那种趋势是截然不同的。哦，对，顺便再说啊，开这新 Model Y 的话，我就感慨一点，就是我自己嘛，当时是第一代进口 Model 3 Performance 的车主，当时我花6.4万是全款购买了这个 FSD， 所谓的叫完全自动驾驶能力。但实际上呢，在当今虽然 FSD 正式入华了，但实际上它只在好像 HW 4.0或更高级的这个硬件系统车型上边，其实才有匹配。而像我这个 HW 3.0的老电脑车型，反而至今软件仍然没有上车。目前看这6.4万真的就是仍然是一个打水漂状态，而且我也不知道后续官方还是否会有什么，别管说补偿啊、上车啊，或者硬软件同步升级迭代等等这些，确实不知道。但反正同时这点，我也是奉劝大家一句啊，就是这属于说2019年6年前我的一个反正消费经历，反而放到今天，我想说就是，大家消费还是更加的着眼于当下吧。特别是这种外国品牌，它许诺的一些所谓的是远期的一些服务迭代等等之类的，不一定能等得到。反正至少实际经历啊，告诉我这点，好吧？这就扯远了。接着说 Model Y 这辆车。咱们呢再说一说内部，内部其实整体在内部界面啊、风格啊这些操作之类的，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整体还是那么一个老样子、老套路啊。说是座椅吧，前排座椅我觉得真的不怎么舒适，而且别管说是腰啊、背啊、腿啊，都不怎么舒适，开个差不多半个小时，我觉得挺难受的了。后排座椅反而还行，空间也比较大，加上说这个靠背角度也可以电动调节嘛，这一点我觉得还挺好的。所以说这辆车的话，如果你要是一个比较严肃、喜欢开车的人，我建议你最好好好的去试一试。行，反正到目前为止吧，全新的 Model Y 这辆车呢，就给大家评完了啊。大家从我的这种观点当中呢，其实也能够去感受到一点，就是相比于说上一代新的 Model Y，它确实是有了一些比较多方面的提升。但是啊，核心我觉得还是换汤不换药，或者说，其实咱们可以见证一个过程，就是当初的第一代 Model Y 来的时候，在市场上它的竞争力或者说许多产品设计新意还是比较遥遥领先的。但是放到今天，它完完全全就为中国本土的自主的汽车工业全面赶超，反而说它就成为了落后的产品了。再有一点就是，咱们大家可以看一看价格。其实，在几年前的话 ，Model Y 它的这个主销型号。后轮驱动版本呢，当时就是一个，我没有记错的话，20大几万。然后呢，你放到今天的话，这个车居然还要卖到26万多。当年那个车刚出的时候，确实性价比是相当不错，因为它主要面对的是什么？我觉得是还处在一个比较萌芽阶段发展的许多咱们自主品牌或者新势力的一些电动车，或者说当时这些传统燃油车。那么说，你作为一个新进电动车的话，在几年前啊。
确实 Model Y 当时觉得还是挺新颖的，打动了很多人。但是放到今天，26万多的价格买这样的车型，我觉得还是溢价过高了。因为确实，我可以很负责的说，目前其实可能基本上你只需要花不到20万就可以买到许多，我觉得咱们自主品牌做的跟它一样好，甚至比它更好的车型。所以我给大家推荐就是，如果说你不想花更多精力去选车，你觉得就买个特斯拉，反正凑凑合合不错吧？我觉得这个车也不算错，不为过啊。但是确实就是当今它的具体的产品力，在当今中国市场已经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了。这就是我对于说全新 Model Y 的全部评价。